写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的，但是写作的本质是一个完善我们自己的思考的过程。很多人头脑里似乎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一旦要写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内心想和写出来是两回事。很多事根本就没有想清楚，所以会不知从何处下笔。有人可能因此会怪罪于自己的文字水平，但是其实多数人写作的最大困境，并不在于文字水平，而在于思想内容，缺乏习惯性的深度的思考。有人可能以为优秀的作家都是天才，可以在头脑中完成所有的构思，然后下笔千言，一气呵成。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写作往往是低效率的，出来的作品也往往是低质量的。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多数情况下，深度的思考必须依赖写作来完成。好文章一定是改出来的。我们不应该把写作当成是思考的结果，而应该把写作当成思考本身。写作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完善思考的过程。世界万物是互联的，因此我们的思考应该是网状的。但是写作都有一个主题，因此写作通常应该呈现出一个树形的结构。一篇论述文围绕主题通常会包含三个要素：论点、理由和证据。如果我们把写作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写作的主题是树根，论点是树干，理由是树枝，而证据则是树叶。一篇好文章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一个论点都有足够多的理由，每一个理由都有足够多的证据，而文章的选题则决定了文章的格局，就像树根决定了树的高度。我们写作的过程往往就是把我们网状的思考纳入一个树形的体系，最后用文字线性输出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写作过程很像是雕塑家制作泥塑模型的过程。雕塑家制作泥塑模型时，通常第一步是要先搭好雕塑的内部骨架，骨架搭好以后，第二步是上大泥堆大形。这个时候切忌缩手缩脚，陷入到局部细节的塑造中。而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才是深入的塑造。这个时候，雕塑家要反复的推敲，不断的调整和把握雕塑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耐心的处理局部与细部的关系。类似的，我们写作时，通常第一步是要建立文章的逻辑框架，第二步是根据文章的逻辑框架，对所有的资料或写作素材进行梳理和堆砌，第三步则是最后对于各部分细节的删减。所以整个写作的过程也可以简单的说是一个先做加法再做减法的过程。在写作的前期，我们要更多的运用侦探思维，像侦探一样采用数据驱动思考。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头脑，我们重点要做的是广泛的搜集数据，并且根据现有的数据反复的思考案件的各种可能性，以达成我们初步的结论。而在写作的后期，我们要更多的运用律师思维，像律师一样采用观点驱动的思考。这时我们已经有了文章的论点和结论，我们重点要做的是不断的有选择性的寻找高质量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撑我们的论点和结论。我们要忽略那些无关的信息，避免被无关的信息所干扰，同时也要反复的考虑那些对我们不利的证据，据此判断是否需要更好的修饰我们现有的结论，从而使我们的结论更加严谨。有了以上对于写作的本质和系统的写作过程的认识，我们就能更有的放矢地克服写作中的各种困难。第一，如何克服拖延症？拖延症是写作者的常见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写作是一件耗费脑力的痛苦的事情，人们往往需要很大的毅力才能够开始动笔。很多人有拖延症，是因为对于写作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总是生怕写得不够好，害怕出丑，要等想清楚了以后再写。但是认识了上面所说的写作的本质，我们就应该能够体会到，写作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思考本身。
我们应该学会在写作的过程中来逐渐的理清思路。要知道，只有开始写起来，才能有更高效率的思考。所以，首先在心态上，我们一定要克服对于开篇的完美主义要求。要知道，初稿注定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这个不完美的事实。要相信，我们一旦开始写，写作过程本身往往会触发很多新的灵感。我们把大脑中的想法写下来以后，一方面大脑减负了，这可以促进思考；另一方面，纸面上的思路即使不完美，但是哪里有缺陷会一目了然，这也会促进思考。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越写越顺，头脑会越写越清晰，写着写着就会发现更好的写作状态，有时候甚至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让我们沉浸其中，高效运转，废寝忘食。其次，要从根本上克服拖延，不能光靠自己的毅力，而要靠养成适合自己的写作习惯，最好能够养成随时写、随地写的习惯。我们可以创造条件，使用各种便利的工具，随时随地将片段的思路和灵感记下来，有空的时候再在纸上、手机上或者电脑上进行修改和整合。此外，如果写作无法一次完成，那么最好不要等思路完全枯竭了再停下来，而是要停在自己的思路还有余地，自己能够清晰的知道下面该怎么写的时候，这样是为了便于下一次能够轻松的启动。下一次启动时，可以顺着上次的思路拿起来直接继续往下写，这可以避免再次启动的痛苦可能引发的拖延。第二，如何应对写作过程中的卡壳？首先，写作就像推车，启动时最难、最吃力，但是车轮一旦转起来以后，由于惯性的力量，我们一般会轻松很多。写作者都知道要珍惜这种惯性的力量，一旦进入好的写作状态后，不要轻易的停下来。但是写作过程中的卡壳也是难免的，这时我们首先可以做的是分板块轮流推进。我们写作时完全不必从前往后按照文章的顺序来写，而是应该分板块，哪个板块有灵感就先推进哪个板块，每次可以只推进一点点，如果遇到困难就可以暂时停下这个板块，转而去尝试别的板块，等别的板块推进了，再回头再来看看遇到困难的板块，往往会有新的灵感。这种各个板块轮流推进的写法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写作效率，减少卡壳的现象，避免卡在一个板块造成整体无法推进的情况。而真正遇到卡壳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阅读，或者出门散步15分钟晒晒太阳。阅读或散步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新的想法。以上介绍了克服拖延症以及应对写作过程中卡壳的一些方法。下面呢，我们进一步来谈一谈如何提高思考和写作的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技巧。写作的过程犹如雕塑的过程。米开朗基罗说，每一块大理石的里面都蕴藏着一个伟大的灵魂。雕塑家要做的就是去除不需要的部分，用巧妙的雕琢将这个灵魂从石头中解放出来。同样，写作者要做的就是要在庞杂的写作素材中去除不需要的部分，而把有价值的部分用一个作者所独有的精妙的逻辑呈现出来。在写作中去除我们不需要的部分，可以用到以下的3种技巧。第一是思考时，要从所有与主题相关的写作素材中，把有价值的思想提炼总结出至少3个与主题有关的核心观念或者核心概念，然后再尝试梳理它们之间的逻辑。针对一个主题进行头脑风暴，最初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观点，但是下一步我们就应该去除那些一望而知的平庸的观点，而应该重点关注其中最有新意的3个观点。复杂的事情总结为3个点，能够体现你的总结能力；简单的事情分3个点来说，能够体现你的分析能力。3是一个神奇的数字，点太多可能会失去重点，读者记不住；点太少则过于单薄。3个点刚刚好。第二，我们写作时要依据先结论，再论点，最后才是理由和证据的思考顺序，
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我们的写作环环相扣，没有多余的信息。任何信息如果不能够纳入结论、论点、理由和证据的逻辑链条，都是多余的。多余的信息会减弱或者干扰整体的逻辑，即使它单个看起来很精彩，但是如果与主题无关，就应该舍弃。第三，写完之后，我们还要通过整体审视，再做一次大删减，删减掉所有对于主题没有帮助、徒增干扰的信息。而且我们最好是在写完之后的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做最后的修饰，这样有利于自己能从一个新的角度，类似于旁观者的视角来进行更有效的自我审查。当然，写作不是一项可以速成的能力，提高写作能力要靠长期的积累。写作的本质是对输入进行思考以后的输出，所以要想真正的提高写作水平，我们不仅要有一个稳定的输出的习惯，还要养成持续输入的习惯。一方面多写多练获得反馈，另一方面要通过广泛的阅读和交流持续汲取写作的养分。对于一个想要提高写作水平的人，最好能够做到大量读、随时想、每天写。这样在我们的大脑里不仅会有长期阅读和思考所积累的写作素材，也会有长期写作训练自然沉淀出的适合于自己的写作技法。长此以往，就必然能够做到下笔如有神，出口能成章。最后说一下，既然写作需要我们付出这么多的努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写作、训练写作能力呢？有以下3点理由。第一，写作能训练思维能力，写作是整理思路最好的方法。当我们对一件事纠结不定时，写一篇文章进行分析，自然就清爽了。写作可以使我们的思维丰富、具象化。一个想法是不是真的靠谱，往往只有写出来才会真的知道。这就像真正掌握一门技术的标志是能够再交给别人。第二，写作是自我提升、倒逼自己成长的最有效的手段。如果没有对一件事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不知道该写什么。写作是我们逼着自己养成深度思考习惯的重要手段。写作所考验的是一个人获取信息，从信息中提取知识，并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化的综合能力。通过写作，一个人会更快的获得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写作，我们会经常发现更让自己喜欢的自己。第三，写作也是我们探索人生、探索世界的最便捷的手段，也是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获得更多的人生助力的途径。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以更方便的进行表达，写下来就有更多的机会被看到。写作绝不是只有靠写作为生的人才需要认真打磨的技能。有位诗人说，写下即是永恒。我们依靠写作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参与永恒，拥有永恒的亮度。